哈哈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皇家蓝色健康频道。我们很久没讲过辐射相关的题材了，对吧？作为一个过气的辐射学 UP 主显然是不及格的。那么为了世界的和平健康发展我觉得有必要出来营业了，给你们增加一些绿色健康的身体防范小知识。不过本期讲的事件跟之前的有点不同，因为它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人身上，所以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，否则就没有否则了，你就等着被干趴下吧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开始。1992年11月19日，山西省忻州市人民医院来了一位病人，这位病人叫做张有昌，是一位民工，来自忻州市南关村，因为身体的突发情况被送往了这里。他的症状很奇怪，恶心呕吐、腹部疼痛、牙龈出血、头发脱落，脸颊和身体的皮肤还出现了紫色的斑点和水泡。医生们轮番上阵，经过一轮身体检查后，都感觉自己的知识白学了，找不到病因，很奇怪。那么张有昌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症状？事情要从19日的早上说起。这天，张有昌跟往常一样来到工地里搬砖，他们的任务是给一口废井做挖掘清理工作。可是井还没挖多久，他就感觉身体像被挖空了一样，恶心呕吐，浑身乏力，连步伐都是 X 型走位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不知道。明明自己平时都是满针运行的，精力旺盛，怎么今天突然间就萎了？不对劲啊！为了不影响其他人张有昌便请假回家休息去了。当时张有昌刚结婚不久，有一个23岁的小娇妻，妻子还怀有身孕，很快就要当爸爸了。原本他以为在家休息一阵子自然就好了，但没想到症状越来越严重。妻子张芳觉得老公病得不轻这样下去迟早会出大问题，于是找来了公公张明亮和张有昌的哥哥张有双，在他们的陪同下一起去了上文中提到的忻州市人民医院。由于病情实在过于离奇没怎么遇到过，医生们不敢轻易下结论。当时他们猜测这可能是中毒了，给他开了一些药来缓解。然而病情还没有好转新的问题又出现了。陪同的哥哥张有双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。完蛋，怎么他也中奖了？难道这是传染病吗？一时间医生们开始燥起来了。为了防止病毒扩散，医院赶紧给两人进行了隔离。由于妻子怀有身孕，他就先回家休息去了，留下公公一人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隔离观察之后并没有发现传染病的症状，而且两兄弟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，身体情况一天不如一天。医院表示这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，建议你们去省医院看看。于是在父亲张明亮和岳父张丑银的陪同下，两兄弟一起来到了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。医院一开始也是诊断为中毒，但后来经过多番检测后给出了另一种可能，放射性疾病。不过他们并不确定只能按照已知的症状给出必要的治疗。此时张有双已经在死亡的边缘疯狂试探了，高热发烧，全身剧痛，内脏出血，皮肤也开始脱皮溃烂。面对如此严重的症状，医生给出了解决方案为0的解决方案。眼看没法治疗，躺在医院里还得花钱，父亲和岳父只能无奈把两兄弟带回家。12月2日，经过了14天的折磨之后，张有昌最终还是节哀顺变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弟弟刚走哥哥就来了。第二天，哥哥张有双起床后发现自己的头发严重脱落，大便呈黑色，并且持续高烧。5天之后，他也节哀顺变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弟弟和哥哥刚走父亲也来了。3天之后，兄弟俩的父亲张明亮同样的症状也节哀顺变了。仅仅8天时间父子3就在阴间见面了。张家的血脉几乎被掐断，整个家庭只剩下妻子张芳一人，还有他肚子里的孩子。然而张芳也未能幸免于难。12月16日，张芳也开始出现皮肤发紫、头发脱落等症状，他开始慌了。这是哪个双萝卜 bitch 给张家下的诅咒？不至于吧？公公张明亮在临走前曾给张芳交代过，让他去北京的大医院治疗保住肚子里的孩子，并把身上的全部积蓄2000块交给了他。为了完成公公的遗愿，同时也为了自己和孩子的性命安全，当晚他就在父亲张丑银的陪同下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。而就在张芳离开南关村后不久，张家连死3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村子里的大街小巷。有人说这是传染病，
病有人说这是他们家撞邪了反正谣言四起，村民们直接居家隔离了，不敢出门，还有的直接 run 了，离开了村子，导致南关村一时间成为了众人口中的瘟疫之城。这里生产的菜没人敢买，工厂店铺也关门，就跟2020年疫情之初的时候有几分相似。12月18日，张芳终于来到了北京市人民医院。经过检查，此时张芳体内的白血球数量已经不到正常人的1/10，并且牙龈出血、肿胀、喉咙肿痛，几乎就要节哀顺变的节奏。根据检测的数据和症状来看，这种病肯定不简单。于是医院请来了几位具有放射病经验的专家、教授和医生助阵。经过血液的采样检查，他们发现张芳的细胞畸变率竟然高达44%，而正常人的只有0.03%，这高了1500倍，简直离谱到家了。很显然，这是电离辐射导致的，可以断定张芳就是得了放射性疾病。那么是什么导致他遭受了辐射呢？医生们给出的答案是钴60。钴60是钴的同位素之一，钴没有放射性，但钴60的放射性却很强。一般来说这是人造的，把钴放到反应堆里面辐射就可以得到钴60，主要用于工业生产、农业培育和医学治疗领域。它被归类为1级放射源，属于极危险源。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碰到它，在几分钟到1小时内就可以去阴间了，其危险等级突破天花板。张芳受到了钴60的辐射，那么张家3人肯定也是因此而死亡的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起辐射源泄漏事件。此消息一出瞬间引爆医院大楼。如果不把辐射源处理掉的话，BBQ 的人只多不少。当天医院就把情况报告给了国家卫生部。2天后，卫生部发来了指示，除了给张芳提供治疗之外，必须尽快找到辐射源。很快，山西省接到了指示，第一时间成立了专家组，对事件展开了调查。那么张友昌等人是怎么接触到辐射源的呢？起因要从20年前说起。1973年，山西省忻州科技局开展了一个农作物辐射育种项目，也就是利用电离辐射对农作物进行处理，诱发基因突变，从而筛选优良品种。那么要辐射就必须要有辐射源，对吧？所以科技局联系到了上海医疗器械厂，从那里搞来了一套钴60辐射装置，放在了辐射室的水井中。到了1980年，科技局需要搬迁，于是便把原粒子包括辐射室的产权交给了忻州环境监测站。在此期间一切安好，没发生过什么事故。10年之后，也就是1991年，由于环境监测站需要扩建，他们决定拆除辐射室。而在拆除之前，要先把钴60辐射源转交给山西省放射性废料库保存。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，需要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。他们找来了国家辐射防护研究院的几位大神负责这项任务。这几位大神的资质是非常顶的，对于他们的业务能力毋庸置疑。他们也很自信，这样的任务又不是第一次干了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按照规定，他们需要把辐射室里的钴源拆下来并运走，但在此过程中却出问题了。负责查验的人说钴源有4个，而他们拆除的却有5个。他们核对后发现数量不对呀，但因为没有缺少反而多了1个，这不就白嫖吗？所以就没管了。但其实辐射室里的钴源有6个，还有1个仍然留在了辐射室的水井里。他们一开始就搞错了，但是所有人都没有发现，也没有检查，就这样完成了转移工作。1992年拆除工作完成，环境监测站开始找人来施工，而施工队里面就包括了张友昌在内的10几位村民。事发当天，工友张茂红在辐射室的水井里干活，无意间挖出了一根2到3厘米长的发光金属棒，他不知道这是什么，也没有捡，反而被张友昌看到了。他发现这东西闪闪发光的，挺漂亮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玩物，于是便把它当宝贝装进了兜里。结果就引发了上面的一系列惨案。那么这根钴60金属棒还在张友昌身上吗？并没有。山西省调查组在张友昌的住所、医院和工作地都找了一遍，统统找了个寂寞。这就奇怪了，难道是被某个幸运儿捡走了吗？还是说在某个下落不明的地方？医院里的一位实习医生道出了一些踪迹。他说，在张友昌住院期间，他曾看到一根金属物从他的衣袋里掉了下来。其父亲张明亮捡起来后问他，这是不是你的？还要不要了？张友昌摇了摇头，然后其父亲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了。而医院的医疗垃圾都是集中处理的，很可能已经被送往垃圾场了。得知消息之后，调查组立刻来到了垃圾场搜寻，可是跟之前的一样，检测仪器没有发出任何嘤嘤的声响。按照垃圾清洁工翟金元的说法，他每天都会把医院的垃圾往这里倒，不可能有错。所以问题出在哪儿了？
要不就是实习医生看错了，要不就是垃圾工说谎了，要不就是两者都搞错了。那么按照规矩，先假设医生没看错，调查组找到了垃圾工进行礼貌性问候，他们给载进员开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：伙计，不要慌，只要你如实交代，我们不会对你怎样的。但如果因为找不到辐射源而出了问题，我不敢保证你的屁股会安然无恙哦。载进员听了之后菊花一紧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。很快他就把真相爆出来了，原来他为了偷懒并没有按照规定把垃圾倒到垃圾场里，而是随便倒在了垃圾场旁边的公路上。而公路的所在地就是旅游区，附近有大量的游客来往，如果真在那里的话，很可能会引起核辐射灾难。随后调查组立刻带着仪器来到了他所说的地点，经过了一番探之后，终于在一堆垃圾下面找到了这根连环夺命金属棒。至此危险算是解除了，辐射源物归原处，大家松了一口气。不过有的人还不能安心，特别是那些跟张友昌接触过的人。经过调查发现，从张友昌捡到金属棒开始的8天时间内，这根宝贝就一直在他的口袋里，没有被扔。期间跟他接触过的医生、护士、亲朋好友等都默默地受到了核能打击，共有141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辐射伤害，3人死亡。其中中头等奖的是一个叫魏美容的病友，他因为一次车祸腿部受伤了，被送往了医院。而张友昌入院当天，恰好跟他住在了同一个病房里，而那件装有宝贝的外套又恰好挂在了他头顶的床头上，就这样日夜的吸收着来自钴六十赋予的核能量。魏美容怎么也想不到，原来车祸之后还要进行放射性治疗。所幸的是，他受到的辐射量并不高，只有0.87格瑞，没有造成致命打击，属于轻度放射性疾病，但给他留下的后遗症足以让他难受一辈子了。另外就是妻子张芳，虽然跟张友亮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，但并不长。经过了医院的全力抢救之后，他终于保住了性命，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事不过呢，也不是完全没事。孩子出生之后被查出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碍，终究还是被影响到了，但是捡回了一条命，也算是逃过了一劫吧。那么很明显，这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就无需多说了。那几个转移辐射源的大神表示包在我身上，连辐射源有多少个都没搞清楚就拍拍屁股走人呢，足以看出来他们工作时玩忽职守的摸鱼状态。即便发现了辐射源的数量不符，也没有反复核对和查证，严重违反了危险物品管理条例。经法院判决，涉事的6名负责人被判处1到3年有期徒刑，而张芳等受害者则获得了77万元的损失赔偿。这起事件在当时的影响还是挺大的，不仅引起了国内的轰动，甚至上了国际的新闻热搜。联合国原子能机构还把这起案件收录进了本子里面，用于警惕世人规范使用辐射源的重要性。辐射事故我们平时很少听说，但其实全球范围内每年都有发生。据统计，我国自1987年到1994年间就发生了267起辐射事故，865人受伤，其中有50%都是辐射源被盗事件。就我也看不懂大为震惊，一个个都是狠人是吧？导致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基本上都是人为因素，包括但不限于缺乏培训、管理不当、防范意识薄弱、草率行事、胡搞瞎搞等等。所有的人祸其实都是一个个不起眼的错误操作造成的。个人的小事故如此，能毁灭国家的核事故也是如此。在死神旁边工作，你对他不认真，他就对你不客气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，也是企业单位管理培训的问题。当然，不要以为自己不是相关从业者就不需要担心了。像张友昌一样无辜躺枪的受害者不止一个。比如吉林1996年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，一位建筑工人捡到了一串1192的铁链当玩物，结果导致了双腿和胳膊被截肢，终身残疾。所以兄弟们还是那句话，路边的狗屎不要踩，不对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，不是你的东西不要白嫖，你不知道白嫖的是个什么东西，否则有你好果子吃的，南希人来了也救不了你，记住了啊！好的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记得点赞关注解锁更多绿色健康故事。这里是你的男朋友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